取消文学，这么快？对，取消。虽然有个前提条件，是你们的毕业答辩不通过后取消，但是我和你毕竟同事一场，提前通知你，顺便给你准备了一个 offer。君子不识嗟来之食。就是一个实验室保安的活儿，你别上纲上线的整那么热血。吴良白，我告诉你，不要狗眼看人低。我文学可是后继有人，文学的风骨会屹立不倒。哟，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正所谓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林爷，你上。今日长缨在手，何时辅助苍龙？好诗，但是有什么用呢？文学都要取消了，这就不由你操心了。我们的学生一定会通过答辩，保住文学。就你们，学术水平那什么长短、高低、大小都不一致，那个词叫参差无奇。哟，老宋，你这个学生还有点水平啊，会几个成语？废话，这是我的宗门天骄林野，通过答辩保住学科的重任就交给你了。我？对，你可是真正的天才。哎，过奖了，过奖了。我虽然是个3流编剧，但是在这文脉断绝的世界，还不是乱杀？文学的未来就靠你了，林野，你有把握吗？放心吧，老师，我不仅能通过答辩保住文学，我还会让文学重回巅峰，让这个理科为王的世界臣服在文学的脚下。欢迎各位老师同学来到荆州大学的公开答辩现场。今天的答辩关系到各位能否顺利毕业，同时呢，也关乎文学专业那几个苟延残喘的独苗的生死。你怎么说话呢？哎呦，对不起，宋教授，把您给忘了，这也关乎您的生死呢。欺人太甚，这简直欺人太甚！老师，你放心，今天我不蒸馒头争口气，一定让他们跪着唱征服。好小子，不愧是我的宗门天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答辩评委老师黄文山和孙启明2位教授。评委竟然是他们怎么了？老黄跟老孙向来对我们文学偏见极大，想要从他们手下通过答辩难上加难呐！真是天要亡我文学呀！天，我命由我不由天。老宋，你放心，管他什么偏见政见，我都会让文学天日重见。哟，这不是我们文学系的大文豪林野同学吗？哎，过奖了，未来的，现在还不是。说你胖你还喘上了，老宋啊，我跟你说实话吧，今天你找谁上场都没用，文学这个鸡肋没用的专业是一定会被取消的。这就不用您费心了，我们不仅会保住文学专业，还要让文学发扬光大。哎呦，好大的口气！这位同学口气倒是不小，你打算拿什么样的答辩作品来让你的文学发扬光大啊？就是林野啊，到时候可别拿一坨答辩啊！您喜欢这个就自己去收起，别老盯着别人。你说大话谁不会？但是答辩不通过，文学是必须取消的。就是，你不会凭你这张嘴通过答辩吧？哎，没错，你说对了，就凭我金口一开，便可以出口成章，征服在场所有人。金口一开，出口成章？胡闹！毕业答辩庄重严谨，我们不可能凭借空口白话就能让你通过的。这位林同学，2位导师的话听懂了吗？你打算拿什么来征服2位教授啊？一个让你们听完之后后脊发凉的故事。鬼故事？这位同学，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科技灿若星辰，哪有什么鬼？就是，如果你要是再胡闹下去，我们可是要直接判定你答辩不合格。不合格？啊，这可怎么办啊？别着急，要相信我的宗门天骄。对，就是因为没有鬼，我才要用我的故事
让你们感受到细思极恐，感受到后背生寒。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好，说得好，不可否认，我文坛之学子将会汇成一道铁流，而这道铁流在未来，我敢肯定将会成为一道洪流。宋明文，管你铁流洪流，再不从我桌子上下来，我打得你屁滚尿流！下来，粗俗，你就是俗人眼中见不得风骨俗人。我就不信这世界根本没有鬼，更不可能有人能够通过鬼故事吓到我。浅薄的人们，让你们感受文学带来的一点点震撼。下面请倾听鬼故事《午夜来电》。友情提示：各位记得把手机静音哦。一个破铃声还能吓到我们不成？在一所高中盛传一则鬼魅怪谈7日死亡录像带。传说看过这则录像带的人，就会在7天就会接到一通诡异的电话，然后离奇死亡。扯淡！就这，我们的主人公质子和朋友刚好看过这则录像带，今天是第7天。所以这录像带里到底有什么？要说录像带里的内容，只是一些看不懂的文字乱码。破败的枯井，看得质子一头雾水。看完录像带的质子惊慌失措，准备离开，却在这时候听到客厅里面传来奇怪的声音。哎呀，接下来肯定该电话响了。那声音低迷而又黏腻，初听像电流，仔细听则像是人的智齿在摩擦。哟，我不否认，故事的确有点出乎意料，但一点也不吓人啊。就在这个时候，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起。啊！你大爷！你看我都说了，手机得静音吧。您好，办保险吗？现在有优惠。啊！你闭嘴！这故事有点东西啊，明明就是普通的文字，怎么从这个林野嘴里说出来这么瘆人呢？这故弄玄虚，我一点也没有感受到恐怖。不害怕，你抖什么？我才没抖。行了，别吵了。林野，这故事接下来呢？这故事接下来，质子找到了自己的前夫，一位通灵师。我就知道，这种烂俗的鬼故事一定会出现什么通灵师。质子和前夫一起坐在电视机前，把那诡异的录像带送入录像机当中。而伴随着电视机里雪花纹的响起，滋啦滋啦的声音也随之再次出声。哼，又来这套，难不成电视机里能爬出来个人？找到了！哎呦，老孙，你是不是害怕？踢我干嘛？区一个鬼故事，我怎么可能害怕？那桌子下面什么东西碰了我一下？桌子下面，质子和前夫对视一眼，同时不转睛地看向电视。电视机里爬出来的女鬼，有的是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嘿嘿，找到了，新买的谷子17。我操，鬼呀！停下！停下！停下！对，就这样吧。走了。站住！老苏，你干什么？答辩没有结束，都不许走！老苏，你的天骄这故事太吓人了。就是，我得吃速效救心丸。事关我文科一脉生死，就算吓死你们，也得给我听完。这叫什么话？一个答辩你非要闹出人命吗？行，我给你的宗门天骄过答辩还不行吗？对，让他毕业还不行吗？不行！所谓恐怖故事，不过就是操纵心理的小手段罢了，学术是严谨的。传出去，让一个故弄玄虚的鬼故事通过了答辩，这不是毁了文教授跟孙教授你们2位的名声，毁了荆州大学的名声。老吴说的也有道理啊。林野，我承认你的鬼故事有些效果，这并不能被称为文学，所以在我这儿答辩不能通过。那我继续给大家说一段，我这儿鬼故事多了，比如《电锯惊魂》《咒怨》《笔仙》。对，
还有最经典的《聊斋》。话说，宋朝末年，有一书生，你快闭嘴吧！别拿你的鬼故事恶心二位导师了。你这所谓的文学根本不算数，毕业不了。照各位老师的意思，鬼故事不算文学。对，真正的文学应该是流芳百世，就像汽车是人类工业的明珠一样。你们文学有什么传世经典吗？对啊，汽车有奔驰、宝马、特斯拉，文学有什么？咏鹅。哦，我明白了，你们说半天是想说名著是吧？对对对，他们是这意思。早说啊！不过我也不怪你们，毕竟你们没文化、没内涵、没底蕴。今天，那我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流芳百世，什么是传世名著。用鬼故事流芳百世，怎么？你还能现场复原出个名著来证明所谓的真文学吧？为什么不行？不就是名著？来，你在开什么玩笑？你老师努力了半辈子，也就复原出几首没头没尾的诗词，就你，还想在短时间内复出名著，太不自量力了吧？林野同学，我们承认你的鬼故事确实有点东西，但是名著跟鬼故事是不一样的，那是真正的文学，以你的功力是绝对不可能完成。林爷啊，一个咏鹅都耗尽我毕生心血。老师知道你是天才，但是那是名著，不是我们能复原的。更何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老师，能不能总要试了才知道，不是吗？老师，相信我。好，老师，我需要您帮我准备一些东西。就这些？就这些。真的能行吗？包行。行，我马上去准备。切，装腔作势，我就不信你真能现场说名著，简直笑掉大牙。故弄玄虚，怎么可能凭空说出来流芳百世的名著？我看啊，搞什么花活也救不了文学。没有用的东西是留不住的。是啊，毫无用处的文学能有什么魅力？折一把纸扇，着一身青衫，拍案满堂惊叹，说书劝人行善，话不尽这千古流芳，言不止余音绕梁。故事里留下的思想，总让人心生向往。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红红，开辟从此清浊变。富在群生养智人，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盘古是开天辟地，分清浊，定阴阳，才有了这山川河海、日月星辰。可天地间虽有生灵，却独缺一道轮回秩序，更有那花果山一脉，藏着个惊天动地的主。量子力学的诞生，颠覆了经典力学。看什么呢？文学系的答辩，《西游记》，这是什么？据说是神魔故事，什么文学的名著？什么狗屁的神魔名著，在我的高能激光轨道炮下无所遁形。李四，好好听课。这花果山乃十洲之祖脉，山顶之上有一块仙石，自开辟以来受日精月华祭酒，遂有灵通之意。日迸裂，产一世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我当是什么呢？西游记不就还是那些神啊魔啊的鬼故事？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名著，简直移花大方。你就会这一个词语吗？你老宋啊，你这神魔故事跟鬼故事有区别吗？你们文学啊，真是前帝的驴子，本领用光了，那叫黔驴技穷，真是没文化。文学的洪流，我是绝不允许你加入的。这石猴天资异禀，食草木，饮涧泉，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张鹿为友。一日，众猴寻到一股飞瀑流泉，拍着手道：“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话音未落，那石猴高叫道：“我进去！”他明目蹲身，将身一纵，竟跳入那瀑布泉中。好一只天资异禀的石猴！
这位同学，图书馆内禁止喧哗。谁知那石猴跳进去，却见里面无水无波，唯有一座石房。房内石锅石灶、石碗石盆，样样俱全。正中一块石碣，刻着一副对联：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哎，你刚刚不是说什么狗屁的神魔名著吗？嘘，别说话，猴子发现水帘洞了。不是你没自己手机吗？石猴端坐上方道：“我如今寻了这一个洞天，与列位安眠稳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为王？”众猴听说，即拱伏无为，一个个续齿排班，朝上礼拜，都称千岁大王。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美猴王漂洋过海，历经10数载，终得拜菩提祖师为师，赐名孙悟空，学得72般变化，筋斗云神通，一个跟头便是108000里。这神通设定竟如此天马行空，却又自成章法。此等想象力，当真超出一般，格外罕见了，那叫旷古绝今。都说了，没事多读点文学书，不然话到嘴边都不知道怎么夸。不愧是我的天骄，竟然真的当场复祖名著。孙悟空回到花果山，却见猴孙被混世魔王欺辱，当即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手提金箍棒直捣妖魔老巢，一棒便打得那魔王魂飞魄散。好，打得好！说好的禁止喧哗呢？孙悟空除外。经此一事，悟空知晓，花果山虽好，却需神兵守护。他便下东海闹龙宫，逼着老龙王现出定海神针。那金箍棒可长可短，可粗可细，重13500斤。又所得藕丝布云履，锁子黄金甲，凤翅紫金冠。妖怪，敢欺我花果山水帘洞，找死！这《西游记》简直太上头了！悟空身披金甲，头戴金冠，足踏云履，手持金箍棒，立于水帘洞前，真个是威风凛凛，气宇翔昂。猴孙们山呼万岁！好，姑姑万岁！大王，大王！坐下，都坐下。回去，那个上桌子的同学下来。金箍棒太帅了，老孙，妖孽！我是你爷爷。接下来，更精彩的来了。可偏偏这天上的玉皇大帝，听闻下界出了个石猴，神通广大，便派人招安，说什么赏他个弼马温的官衔。听着名头响亮，实则不过是个养马的小役。这也欺人，不是欺猴太甚了，太过分了，这能忍？李四，你再说下去，老师就不能忍了。我猴哥肯定咽不下这口气。金箍棒呢？干他呀！悟空初到天庭，不知官阶大小，兢兢业业养马。可一日听闻真相，顿时怒火中烧。好一个孙大圣，当即扯下官袍，从耳朵里掏出金箍棒，迎风一晃，便有碗口粗细。他一路打出南天门，口中大骂：“玉帝老儿欺我太甚！”回到花果山，悟空越想越气，便叫猴孙们竖起一面大旗，旗上绣着4个斗大的金字：“齐天大圣！”好一个齐天大圣，好一个桀骜不驯！这就是《西游记》，这就是名著啊！痛快，痛快！此等人物，此等气魄，当真不愧是传世名著。这就是真正的文学，这就是传世名著啊！张泽、李四，你们再看着那破手机说话，就给我滚出去！列位想想，那玉帝听闻悟空自封齐天大圣，岂能善罢甘休？一场天庭与花果山的惊天大战，眼看就要拉开序幕。怎么样啊？不靠鬼故事，我们文学一样能大放光彩。这下能通过答辩了吧？不行，绝对不能通过答辩。哎，这怎么停了？继续讲啊！听说现场有老师不同意《西游记》通过答辩，所以林野才没有继续讲下去。这都不通过，把学文的当弼马经整呢？不行，我一定要听到后续。我要去现场，谁敢阻拦我齐天大圣答辩？
就一只死猴子的故事也能叫名著？你们不会收钱了吧？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反正只要有我在，答辩就不可能通过。谁敢拦我齐天大圣？谁敢拦我齐天大圣？我们学文的穷的叮当响，有钱贿赂吗？啊，有钱吗？医生血，这光彩吗？就是啊，爸，你还是赶紧把衣服拉上吧。嘿，宋明文，你穷你还有理了？张泽、李四，现在不是上课时间，你们怎么会在这儿？老师，我们是来听《西游记》的。我跟你讲，《西游记》真的是特别厉害。对，大王身披金甲，头戴金冠，足踏云履，手持金箍棒，帅炸了！不争气！哎呦，原来这是理科大拿吴教授的学生们，真是幸会幸会。怎么，这也是来看我们文学系的林野同学答辩的？啊，是。哎，这是我文学的荣幸。你们可是我的天骄，理科的未来之星，怎么能？看来吴教授的理科学生们也非常喜欢我们文学名著《西游记》呀，你说是不是啊，吴教授？争气，不争气！两位老师，这下可以通过答辩保住文学了吧？等等，他怎么来了？他是谁啊？老吴的媳妇儿。虽然是理科，但是早年却是文学科出身，弃文从理。我话还没说完，略懂文学，极懂拳脚。媳妇儿，你怎么来了？不争气！一个教授让一个学生给下了面子。媳妇儿，有话好好说，好好说，这还有这么多人呢。打了他，可就不能再打我们了。老师，我怎么觉得大事不妙啊？莫怕，为师护你。弟妹啊，这是又来找我切磋文学了？一边去！你也配跟我切磋？你就是林野？是。《西游记》这个故事还不错，多谢夸奖。但是，你这个《西游记》就是小孩子们看看的东西而已，曲高和华，你没有考虑到其他受众，我觉得算不上真文学。哟，那照您看来，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你呀，还是太年轻，不懂女人心中的文学。文学应该是在那个下着瓢泼大雨的晚上，你流一滴泪，我涂一座城。还瓢泼大雨，有依萍问他爹要钱那天雨下的大吗？对啊，依萍，我是不懂女人，但有人懂啊。琼瑶阿姨，你的兵来了。行，那我就给您来一个屠城文学。我的天骄又开始手搓艺术了，真好。接下来，咱们不聊金戈铁马，不侃江湖侠侠，单说一段民国年间江南烟雨里的痴男怨女恩怨纠葛，烟雨蒙蒙。话说这依萍为了报复父亲与后母等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设计抢走了后母给如萍介绍的男朋友何书君。可这始于算计的情爱终是不得圆满，在一个暴雨倾陶的夜晚，一切都爆发了。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描绘出女性的那种柔情似水跟恨海情天？依萍发出了杜鹃啼血般的控诉：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那你就不无情、不残酷、不无理取闹吗？我哪里无情，哪里残酷，哪里无理取闹？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残酷，哪里不无理取闹？不是就这跟大圣比好像差点意思，但是毕竟是大王写的，我又不敢质疑。你懂个屁！听不懂那是我们水平不行。这极致的拉扯，字字泣血呀！你们臭男人是不会懂女人的欲言又止的，除了林野。依萍伤心欲绝，站在桥上迎风入笠，雨点打着她，夜色包围着她，在黑暗中伸展的水面是一片烟雨蒙蒙。这时书航赶来，看着摇摇欲坠的依萍，惶恐的劝说让她下来。爱情啊，真是折磨人的东西。可依萍却喊话让书恒不要过来，他说在找东西，可在这波涛汹涌的江面能找什么呢？是他在找他的刺。不是神经病啊！人哪来的刺？你再说话，他有没有刺我不知道，你的毛是要秃了。依萍找的不是刺，是自己的自尊啊！这故事简直太痛心了。书恒不忍自己的爱人受伤，于是先一步妥协了。依萍，我知道你的委屈，知道你要压抑自尊来迁就我，这份心意我懂，我都懂。下次换我对你旁从，好不好？师哥好懂女人啊，旁从，这就是女人希望的爱情啊！这就是天骄啊！不光掌握了文学的秘密，他还掌握了心理学呀！这就是爱啊！
这就是爱，那我也能。闭嘴吧，你跟何书恒比差远了。这么感天动地的爱情，这么字字珠玑的故事，你竟然敢质疑文学，质疑理也？ 《西游记》还不错，多谢夸奖。但是你这个《西游记》就是小孩子们看看的东西而已，曲高和华，你没有考虑到其他受众，我觉得算不上真文学。质疑的好像不是我，你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哎，小林啊，怎么不讲了？后来呢？依萍跟舒桓和好了吗？老师啊，我这还在答辩中呢，没时间讲那么多。还答什么辩？就你这水平，谁敢不让过？你不让他过，还是你？不是我没有。搁着阎王点卯呢。那就是你啊！吴启明，你长能耐了啊你！你懂什么是文学吗？啊！老了，也是让我吃上宗门天教的软饭了。干了这瓶，庆祝咱们文学系绝处逢生，庆祝小林答辩圆满通过。不是，咱们就没有稍微体面一点的庆祝方式吗？这不是兜里的钱都用来买你让我准备的桌子跟那金堂母了？还有扇子。对，你别说，那扇子还挺贵的，我得去问问还能退不能。看来是时候办点能赚钱的正事儿了。孩子，银行可不行抢啊！谁说我要抢银行了？我要靠文学让咱们腰缠万贯。原来这就是你要办的正事儿啊！写什么小说好呢？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行动！我寻思我也没抢银行啊，这是弄啥嘞？嘘，保安巡视嘞！保安巡视，我们为什么要躲？你不知道，咱们文学专业不受待见，谁来都能踩两脚。到了晚上，就连教室的水电网都不让我们躲用。所以我跟爸爸已经练就娴熟的躲避战术，能在5秒内预判敌人走向，默契十足。那你们有没有预判到敌人打到家门口了？什么？啊！那个，我们马上就走。走什么走？您就是文学系的林同学吧？我听了您讲《西游记》的，讲得太好了。这光太暗了，配不上我们的文学之光。你等着，我这就去让人把灯调亮一点。此情此景，不由得想让我发问出那句亘古绝唱：你相信光吗？我相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我文学久违的光明啊！光，我知道要写什么了。什么？光之国的巨人们。位于距离地球约300万光年的 M78星云是奥特曼的故乡。26万年前，光之国的太阳毁灭，科学家开发出人工太阳等离子火花塔，其光线使光之国的居民发生变异，逐渐变成了拥有巨大体型和超能力的奥特曼。光有奥特曼也不能把男女老少所有读者全收编了，还得再写点什么。写什么好呢？我知道了，天才啊，真是天才！奥特曼、盗墓笔记跟小小戴哪一本单拎出来都是创世之作，他竟然一个人写了3本，真是天才！光是一部追更就破亿，突破了我们的创刊记录，他竟然能一口气连载3本，这一定要赶在其他出版社之前拿下这几本书的连载权，不然我们损失就大了。那稿费应该给多少？越多越好。托啊，怪兽，看我的宇宙奇迹光线！别碰我！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都不用风吹，走几步就散了。怎么，小时代更新的内容是分手？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落棋？老沈可是下棋高手，他肯定在寻思着怎么一举灭掉对方。来了，老沈要动手了。你们说，《盗墓笔记》里那个青铜门背后到底是什么？这是谁的手机号码吗？这是你的余额呀！师哥，稿费6000万，你发达了！天骄，你的小说引起全网轰动，我们文学扬名了！那是干什么呢？哦，他们是在看百校竞赛的告示。百校竞赛就是全国高校派出各自王牌专业来到我们荆州大学同台竞技比赛啊，没意思。听说比赛胜出者有巨额奖金呢。你这孩子总是提钱干什么？我们学文的要有视金钱为粪土的风骨。你看看你师哥，奖金多少钱？
师哥，你真要参加百校竞赛吗？可是我们文学从来没有人参加过啊，而且参加的都是王牌学校的王牌专业，咱们文学……放心，我一定会带领文学专赢得比赛。好小子，我就知道你是为了文学，你就是我们文学的脊梁骨啊！然后拿到那笔巨额奖金。林野，你们要干什么？老宋啊，别让你的学生天天在这儿乱逛了，赶紧回去更小说吧。我老婆这几天饭都吃不下，就想知道林霄什么时候跟周崇光相认呢？你们起开起开，我有正经事儿要问林野。林野啊，那个我想知道小哥和吴邪他俩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我师哥最近没空，我们要备战百校竞赛。闺女，你跟他们说这些干什么？让他们知道了，少不得又要嘲讽我们文学自不量力。你参加百校竞赛，看吧，我就说他们瞧不起我们，参加那玩意儿多耽误更新小说啊！放心放心，我啊手里有存稿，不会耽误的。存稿？林野啊，你看以咱们的关系，林野啊，老师这儿有点私房钱，你看能不能把存稿提前透露点？就你那仨瓜俩枣。林野啊，老师这儿多出来一辆车，我这儿多出来一套房，你们都起开，是我先问的。林野啊，你昨晚更新可是整整晚了2分钟，我媳妇儿差点没吃晚饭，可不敢再搞这一出了啊！就是，咱们今天速战速决，结果不重要，可别耽误更新小说啊！刘明啊，这百校竞赛可是顶尖赛事，你要是拿了冠军，咱们东周大学就一飞冲天了。那是谁呀？排场这么大？那个啊，荆州大学文学系的林野，反正就是最近写了几本什么盗墓的、奥特曼的小说，还挺火的。破学文的，写几本小说就觉得自己行了。听说写赚了不少呢，整整6000万的稿费。我操，多少？6000万，这么多！天骄啊，千万别紧张啊！爸，你放心，师哥最厉害了，小小百校竞赛不在话下，今天一定能让文学扬名立万。奖金真有那么多吗？就投机取巧写几本破小说，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啊？破学文的而已。破学文的，怎么不服？我稿费6000万。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在核心期刊发文18篇，我稿费6000万。我单是专利都8项，我稿费6000万。我全国物理竞赛蝉联冠军10年，我稿费6000万。老师，他稿费6000万哎，怎么6000万了不起啊？哎，就是了不起。我那台劳斯莱斯新车，我天骄给换的。你天骄给你买什么了？你俗气，太俗气！刘明，我们走。怎么还破防了？刘明，老师，写小说真能赚6000万吗？刘明，欢迎各位来到第100届百校竞赛的现场。本次大赛汇聚了全国顶尖高校的王牌专业。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各参赛队伍登场。参赛队伍有东周大学物理学专业、西周大学天文学专业以及荆州大学文学专业。荆州大学真是前帝的驴子，本领用光了，派出个文学系，简直让人哈哈大笑。那叫黔驴技工。还有贻笑大方啊！哼，没文化，真可怕。我没文化，我告诉你，我老师说了，我可是礼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迄今为止，也只有我师妹齐月可与我一决高下。只有他那样的人才配跟我站在一起，知道吗？谁问你了？天骄啊，别管他那6000万，等你拿了冠军，奖金更多，知道吗？有请东周大学物理专业刘明和荆州大学文学主业的林野上台。林野，今天我会让你知道，你一个学文的想打赢我，你还差2万年。哦，这台词喜欢奥特曼？我才不喜欢。哦，不喜，那你过来。我告诉你一件事呗。什么事儿？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奥特曼。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呀？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保安，保安！就是因为你们不相信光，所以低价才不会到来。这也太速战速决了吧！刚刚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第1局，林野同学获胜，比赛继续。
下面让我们有请南州大学量子力学专业的齐越同学与林野同学继续同台竞技。林野，我认识你。幸会幸会，我听说你深耕理论物理，是当代最接近爱因斯坦的人，而且还是个姑娘，厉害厉害，佩服佩服。我也知道你写出了名著《西游记》，还在网上连载了3部长篇小说，成绩斐然。但是你的一切骄傲，今天就要止步于此。很不幸，在文学的世界没有第一。我今天来也不是要争抢个名次，而是要让文学扬名天下。我承认你有些才情，或者说有一张铁嘴，但在物理学的殿堂中，没有诡辩者的位置。好家伙，物理学的殿堂没有诡辩者的位置。这个小姑娘虽然是学理科的，但似乎口才也很厉害，一点也没有前几个那些物理天骄那样木讷。好了好了，第3轮比赛正式开始，2位选手请就位。这一场比赛为了公平起见，请2位各自以本学科的专业角度阐述出物理学的真谛。一个学文科的，他懂什么是物理学吗？不公平！我们家天骄是学文科的，哪懂什么物理学呀？就是，天骄咱不比了，咱回去更新小说去。对对，一个月6000万稿费呢，跟他们瞎浪费什么时间？林野，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认输？我的字典里可没有认输2个字。同学，你要分清楚，愚昧不代表勇气。虽千万人吾往也。在这个世界，你们文科只会用故事建构情绪漩涡，让人自嗨，一无是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怎么一无是处？落向牛顿的苹果代表着力学砸开了困扰文明进步的壁垒，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便是演示出了世界运行的框架。可是你们文学呢？不是风花雪月，就是儿女情长，人类科技腾推不需要这些。不，你错了。要开始诡辩了？不，只是阐述事实。编故事可不算阐述事实。你又错了。不管文科还是理科，其实都在编故事，一个编数学故事，一个编人情故事而已。好一个都在编故事，不愧是我的天骄。数学故事，他明明是在胡说，可为什么让我觉得好有道理？是不是被歌的底蕴震撼到了？卖弄口舌而已。承认别人优秀就这么难吗？你只是在玩文字游戏。瞧你这说的，难道这个世界真的如爱因斯坦所说，上帝真的不制图子吗？当然。好，就等你这句话。人的一生其实就是阴阳黑白、因果规律。又要扯这些神啊鬼。你现在可以尽情地反驳我，但1分钟后，我会让你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有物理学的存在。放屁！大胆！这个世界怎么可能离开物理学？天骄多少有些狂妄。物理学怎么可能不存在？都闭嘴！我的宗门天骄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不存在，马上物理学就会不存在。都闭嘴！我要听他说。好，那我问你，你为什么学物理？因为我立志要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很好，你能确定你一定可以得奖吗？当然不能，我不可能预知未来。对，既然不能预知未来，你为什么还要选择学习物理，当一名科学家？因为我就是想。你说了，你不可能预知未来，所以你根本拿不到诺贝尔物理学奖。不，我可以。我反对！林野在人身攻击，干扰我的师妹。好，那我换个问题：叶子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追求？不，难道是挽留？都不对，是因为大地需要落叶的触感，才换来了那阵秋风。好诗意，太诗意了！师哥真帅。你什么意思啊？这都听不明白吗？那好，我说简单点，你想要成为科学家的这个事实，是你的大脑在当年选择了翻开物理课本。所以我是被动选择的物理学。林烨，你卑鄙，居然用双缝干热实验来佐证你的悖论！这位观众，请你安静。
天才不是你破坏比赛秩序的资本。不，师兄，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觉得我有道理就对了。齐天才，也许你本该是一位诗人。对，也许我应该是个诗人。七月，清醒点，别被这个家伙的语言误导了。不，老师，我错了，物理学真的不存在。这个，看来这一局还是林野同学获胜啊！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啊！师妹竟然都被林野糊弄住了，看来我要拿出撒手计了。林野同学的实力，诸位也是有目共睹啊！我想冠军颁发给他，诸位也是没有意见吧？没有，这样能文能理的天才，我们都是认可的。对，就是这样，速战速决，赶快回去更小说。好，那我宣布，等等，这位同学，请问你有什么异议吗？林野靠耍嘴皮子赢了几场，就想稳拿冠军，未免太可笑。哦，这位同学是？我是东周大学的冯宇。哦，就是刚刚战败的齐越同学的师哥。林野，你不要太嚣张！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用你最擅长的东西打败你，等着瞧吧！文魁星1号，那是什么？那是东周大学最近研究出来的机器人文曲星1号，能精准分析文学作品的结构、情感和逻辑。这不就是针对我天骄的杀猪盘吗？这是逮着学文的杀呀！我们比你最擅长的诗词，你说上一句，我的机器人对下一句，怎么样？哦，我知道了，速战速决，那就开始吧！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好一个扶摇直上9万里，如此磅礴大气，不愧是我宗门天骄。假令风息时下来，犹能博却苍溟水。他竟然对出来了，即使风停，大鹏也能卷起千重浪。他竟然对得分毫不差，宗门危矣！哟，你这机器人有点意思啊！继续，千里黄云白日暝，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精彩，太精彩了！怎么样？有我的文曲星在，还需要你们文学专业吗？又一个想断文学生路的，夺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杀母之仇不共戴天啊！那就别怪我不讲武德了。听好了，我的上一句是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这是怎么回事？这词听起来好让人伤感，好有意境。是啊，林野的造诣已经登峰造极了，这机器人真能对出来吗？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这都能对出来，难道我文学真要被取代吗？诗词你可以，那我把诗词当歌词唱出来，我看你还怎么应对。林野，不过如此。嘿，你敢这么说我们天骄？冷静冷静。荆州大学不过如此。嘿，我这暴脾气！冷静冷静，相信我的天骄。你笑什么？怕不是气疯了？我告诉你，今天不是以后，你们都只会是我冯宇的手下败将。嚣张，实在是嚣张！林野，咱今天小说不更新了，给我干他！他们倒是相信你，但是没用了。你接下来再说什么诗词都没用了。谁说我要说诗词了？那你要干什么？接下来我要唱诗词。唱诗词？这怎么可能？就是啊，两个完全不同领域、不同体系的专业，怎么可能放到一起？你怕不是黔驴技穷，都开始说疯话了？
借用一下话筒。啊，好。垂死挣扎，我就不信你还真能把诗词唱出来。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他竟然真的唱出来了！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纸板上回荡的是在等。太绝了！诗词竟然能这么唱，比单纯念出来更让人心里震撼。这旋律，这歌词，好像真的看到了那座旧故里，看到了那个在城门下等待的人。现在还是垂死挣扎了吗？你的文曲星1号能唱吗？文曲星，快唱啊！抱歉，主人无法识别当前指令。我让你唱诗词，唱诗词，你聋了吗？抱歉，无法识别当前指令。废物！废物！指令识别成功，开启自毁程序。什么？咦，真是人工智障。还有人想上台挑战的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不相信光，所以迪迦才不会到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量子力学根本不存在。那荆州大学文学系林野第一，诸位没有异议了。不愧是我文学宗门天骄。好是好，就是这时间是不是快来不及了？今天的小说还没更呢。美女，可以宣布了。好，我宣布，本届百校竞赛的冠军得主是林野。我的余额已经跟电话号码一样壮观了。为什么我们的庆祝方式为什么还是如此朴实无华呢？天骄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什么？穷人乍富，我怕我学坏。老宋啊，不是我看不起你，咱这智商想要学坏还差点意思。嘿，你小子没大没小的。说真的，林野，我要谢谢你。我跟这个世界抗争了这么久，就是想要证明文学是世界的根骨。可惜，要不是你，文学或许真的会灭绝的。我文坛之学子将会汇成一道铁流，而这道铁流，在未来，我敢肯定将会成为一道洪流。老宋，放心吧，文学的天要亮了。自即日起，全国高校陆续恢复文学专业。你准备选哪个专业啊？当然是荆州大学文学专业，我男神林野就是那个学校出来的，现在还是荆州大学的客座教授。我去那里，说不定还能见到他呢。老沈，你过来看看，这是最新一批的小说投稿，堆得比我人都高了。可不是嘛！自从林野的小说爆火后，写小说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还没有人能到达林野的水平境界呀。林野那是谁？文学宗师，天才都只是见他的门槛而已。也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同学们，这首诗藏着少年的意气风发，藏着文学的磅礴力量，这就是我们要追寻的文字之美。林野大大，给我签个名吧，我要跟着你学写小说。林野，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光之国我看了8遍，求签名，求合影。各位冷静。同学们，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林野，可以给我一个签名吗？齐月，你怎么在这儿？你一个学物理的，来凑我们文学系的热闹干什么？什么物理学？不是，物理学啊，你的研究方向啊，不存在的玩意儿，研究它就干啥？我早就弃理从文了。
林野，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文学，争取能写出像你一样好的作品。不知道你能不能多指点指点我？指点你就不必了吧，我师哥平时很忙的。你是谁啊？林野他是谁啊？我是谁？我是他师妹，他唯一的师妹。师妹啊？又不是女朋友。林野，我最近在你的熏陶下写了首诗，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师哥，我也写了好多诗，都是跟着你学的。你先看我的，我的肯定比他的好。我先说的，看我的。这是我师哥，我们是一家人，当然先看我的。先看我的，先看我的。还有我的，我写了小说。林野大神，帮我也看看吧！我也写了，我也写了，我也写了。停，都别着急，我看完你的，看你的，看完你的，看你的。你又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大事不妙啊！你让开，我要找我师哥，我也要找林野哥。人呢？林野？幸好跑得快。我可是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办，怎么能被女人绊住了脚？开创新纪元的小说，就从这个情节开始。接下来，让这个世界再添一点震撼。Alpha Omega， 师哥，你电脑上写的这是什么啊？师妹，你怎么来了？吓我一跳！你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我在教室没找到师哥，想着师哥应该会在办公室，就过来了。师哥，你怎么还研究起数学了？这阿尔法欧米伽是什么数学公式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没研究数学，这不是什么数学公式，你看错了，这就是我随便写的，没什么意思。哦，是你写的新小说？啊，是。我能看看吗？这。林野，我可算找到你了！我找了你好半天，原来你在这里。快看看我的诗，我又改了一遍，肯定比宋棉的好。师哥，你先看我的，我比他先来后到，你不能偏心。而且我是你师妹，我的诗肯定比他这个气里从文的门外人写的好。什么先来后到？明明是我先提出让林野帮我看诗的，所以应该先看我的。你少在这里仗着师妹的身份嚣张。我就嚣张怎么了？师哥就是偏心我，你有本事也当师哥的师妹啊！停，都别吵了。先来后到，宋棉比你先来，就先看宋棉的。齐月，你先等着，看完宋棉的就看你的，不准再吵了，听到没有？得意什么？先看又怎么样？得是写得好才行。师哥，你快看看我的诗，这可是我精心写的，特别有画面感，你肯定会喜欢的。师哥，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看？你快说说哪里写得好，我以后再改进。这个师妹啊，要不你还是自己念一遍吧，我怕我念错了，曲解了你的心意。湖名湖大，大名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哒。师哥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有意境？这挺接地气的。宋棉，你这也叫诗？我看就是顺口溜吧。还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哒，笑死人了。这要是算诗，我一天能写100首。你胡说！师哥都说了，我这叫接地气，叫文学创新，总比你写的诗强吧？你有本事也念一首给我们听听啊！别在这里只会嘲笑我，有本事拿出真本事来。念就念，我写的诗肯定比你的强100倍、1000倍。
你可听好了，别等会儿被我惊艳到，哭着喊着求我教你。趵突泉，泉趵突，三股水光嘟嘟，咕嘟咕嘟光不嘟。怎么样，林野哥，是不是比他的诗强多了？既有画面感，还很有韵律感，比他的蛤蟆蹦跶强多了。也到了能理解班主任的年纪了。齐月，你还好意思嘲笑我？你这诗也好不到哪里去，比我的差远了。至少我的诗里还有荷花，你就只有光嘟嘟的泉水，还咕嘟咕嘟，难听死了。你胡说，我这叫有新意，叫个性，总比你写的蛤蟆蹦跶强吧？至少我的诗里没有蛤蟆，也没有这么 low 的句子。有蛤蟆怎么了？我的蛤蟆比你的光嘟嘟好听多了，我写的比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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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孽呀！师哥，你快评评理，我们两个谁写的诗更好？矮子里拔将军也不是这么搞的呀，夸了昧良心，不夸肯定走不出去。师哥，是不是我写的更好？你快说嘛！肯定是我写的更好，他的诗就是顺口溜，根本不算诗。你们稍等啊，我去接个电话。喂，哪位啊？有什么事吗？长话短说，短话别说，没事我挂了。哎，别挂，是我周文啊，你初中同学。哦，周文啊，哎，不认识，挂了。啊，周文啊，我记得，高中同学嘛，我记得。初中的。有重要的事啊，你说。嘿，我还没说呢，你就知道了。明天在云顶酒店，咱们初中同学聚会，你来一趟呗。啊，不认识，不知道，不想去，挂了。初中同学，你怎么不说小学的呢？诈骗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就我那仨瓜俩枣的也值得骗？不对，忘了我现在有钱了。哎呦，上辈子当编剧一穷二白，这辈子已经逆天改命了。不行，我还是得下个反诈 APP。早上好啊。早上好，师哥。林野，我昨晚连夜又写了一首诗，你帮我看看呗。你催什么催？没看见我师哥正在吃饭呢。别吵，吃饭要紧。我就不信吃饭还堵不上你们的嘴。林野，你竟然亲自给我夹菜！师哥，你的，师哥给我夹的可是鸡腿，比你的要好，这就说明师哥心里是向着我的。林野，你偏心，为什么给他夹鸡腿，只给我夹青菜啊？我也想要鸡腿。给你。师哥，你不能给他。这是你的鸡腿，你自己吃。他想吃不会自己去打吗？凭什么要抢你的？谁抢了？你也愿意给我，关你什么事儿？你就是嫉妒我。哎，给我的就是我的，林野已经给我加2次了，数量上完是你。切，这算什么？我跟师哥的关系都不用客气，想吃自己拿。有时候客气一下挺好的。我也自己拿。这是我的。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我还说是我的。我的。这不是我的吗？你能不能别抢了？这是师哥的菜，你吃自己的不行吗？你不也在抢吗？还好意思说我？有本事你别抢，让师哥自己吃啊！我那是怕你把师哥的菜抢光了，师哥没得吃。你就是故意的，想让师哥饿肚子。我没有，明明是你故意针对我，你就是不想让我在林野哥面前好好表现。造孽啊！你们慢慢吃，我已经吃完了，先走一步。师哥，你不能走！林野哥，你走了谁点评我们的诗啊？就是
师哥，你还没点评我的诗呢，你不能走。吃完早饭，你必须先看我的诗。我昨晚又改了一遍，比之前更好了。凭什么先看你的？应该先看我的。我连夜写了一首新的，比你的蛤蟆诗强多了。林野哥肯定会喜欢的。别吵了，都别吵了！我真不能点评你们的诗了，我还有急事，必须马上走。什么急事儿？比点评我们的诗还重要吗？就是啊，师哥，你先点评完我的诗再走嘛。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怎么会？我是真有事儿，就是，我要参加同学聚会，对，初中的同学聚会，我都说了，真是同学聚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师哥，我看你的小说里写了，按照套路，同学聚会一般都要出幺蛾子，我是来帮你的。至于他，跟屁虫，你才是跟屁虫，我也是来帮林野的。你能帮什么？你能帮什么，我就能帮什么。又开始了，林野，还真是你，这么久没见，我差点没认出来啊！你能来可太好了。你是谁啊？我啊，周文，就那个给你打电话的那个。哦，想起来了，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来了，真是太好了！这么热情，莫非是认出我来了？不应该啊，我写小说用的都是网名啊。本来还担心这次聚会我又是穷的垫底，这下好了，最没用的林野来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师哥，这就是你的同学啊？这位美女是……她是……我呀，今天是师哥的女朋友。那这位是？我是林野明天的女朋友。你们城里人玩这么花吗？造孽！哟，周文，你可算来了，还以为你躲着不敢来了呢。就是啊，每次聚会你都最寒酸，真是拉低我们的档次。又来了，那还每次都叫我，没有我的穷上哪衬托你们的有钱？真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老同学林野，各位还记得吗？林野？哦，我想起来了，当年咱们班里最穷的那个。可不是嘛，这么多年过去了，看着还是没什么长进啊，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说怎么这么热情，原来是拿我当对照啊！美女，哎呦，我怎么不记得这两位是咱们班那位同学呀？什么同学呀？这位是林野今天的女朋友，这位是林野明天的女朋友。妈的，一个穷小子还挺会玩，一口气租俩女人，他配吗？不是，林野，你说说你，虽然你又丑又没钱，找不来女朋友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也不能花钱雇人糊弄老同学吧？就是花不少钱吧？你们凭什么这么说师哥？哎呦，玩的还挺花。哎，怎么能这么说老同学呢？都是多年不见的情谊，别这么刻薄。服务员，上菜。林野啊，看你这样子，肯定没见过这些好东西。今天就让你开开眼，就当我照顾老同学了。师哥，他们也太过分了。这些菜不就是荆州大学食堂的水准吗？你为什么要容忍他们这么嚣张？没事儿，就当来忆苦思甜了。正好我写小说需要点小人得志的素材。兄弟，走一个。你跟那群狗眼看人低的人一样，就是想看林野的笑话。兄弟，你也别生气。是，我承认，把你叫过来，确实有给自己点底的意思，不想再被他们嘲讽。但你也不亏。你看主位那个赵子成，就是个冤大头。你饭桌上听他几句嘲讽，等聚会结束他喝大了，就会给大家发红包，一个人足足有1000块钱呢。别说兄弟有好事不想着你，就1000，我还以为后边加个万呢。1000块钱也是钱啊，不要白不要。师哥，你说的对，对，不要白不要。两个不识货的娘们儿。赵哥，你最近可太出名了，你写的那本《欲望》都红遍整个县城了。托你的福，我们今天才能进城，在这么好的酒店吃饭，真是太感谢你了。
欲望，哎，低调低调，都是小打小闹，不值一提，大家开心就好。欲望原来是赵哥你写的，简直太厉害了，创建了新的世界观，把人设定成3种类型，阿尔法、欧米伽、贝塔，简直太新颖了。欲望，嘿嘿，开创新纪元的小说，就从这个情节开始。接下来，让这个世界再添一点震撼。阿尔法、欧米伽，师哥，你电脑上写的这是什么啊？师哥，你不是也写过类似的？这可不行说啊，他不要脸，我还要。当时写文就是图一乐和赚点钱，没想公之于众啊。哎呀，大家可别再夸我了。他不要脸，我还要。当时写文就是图一乐和赚点钱，没想公之于众啊。哎呀，大家可别再夸我了，没有那么夸张，我也不算什么厉害人物，主要是我师从精灵门下，平时得多亏了师傅指点一二，我才能有今天的成就。精灵，精灵，我的天，赵哥，你也太厉害了吧！竟然是精灵的徒弟，那可是写出了《西游记》《光之国》《盗墓遗迹》《小时代》等一系列神作的精灵啊！对呀对呀，那可是大佬啊！他的每一本书都是经典中的经典，风靡全国，甚至火到了国外。不知道有多少人崇拜他，想要拜他为师。你竟然真的做到了！精灵，这不是我的马甲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徒弟？师哥，他竟然骗人！就是，你连我的趵突拳都看不上，怎么可能收那种人为徒？嘘，低调低调，我还是捂好我的小马甲吧。对了，林野，刚才宋眠说你也写过类似的小说，怎么你也想模仿赵哥写小说出名啊？哈哈哈哈！就林野他还能写小说，我看他连字都认不全吧，还想模仿赵哥，简直是痴心妄想。赵哥可是精灵的徒弟，写出欲望那样的小说，那是有真本事的。林岩一个穷小子，没读过多少书，还想写小说，简直是笑话。我看他就是羡慕赵哥，想借着赵哥的名气蹭点热度。可惜啊，他连蹭热度的资格都没有，真是可悲又可笑。你们在座的都是眼瞎，不知道真神是谁。就是，林野珠玉在前，他赵子成算个什么东西？哦，我不算什么东西。那林野有什么作品啊？拿出来让我们拜读拜读。他的作品可多了，有。别说，怎么不让说了？别是写的东西没人看，不敢拿出来了？就是。你们知道我师哥是谁吗？竟然说他的小说没人看！你倒是说说谁啊？我师哥可是，林野可是，精灵！你说什么？林野是精灵？当然。我的小马甲啊，还是没能捂住。没错，我就是。哈哈哈哈哈！这简直是我今年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林野，你要碰死也不找好人，大神也是你能碰的，更何况大神的徒弟赵哥还在呢。哦，原来没人信啊，吓死我了！看来那1000块红包还能领。哼，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什么小人都能进这里。是说我吗？我怎么会呢？都是同学。哦，不是我啊，那就是他喽。怎么可能？也不是他，那就是他喽。不是你听不懂人话，都不是，那就是你自己了。你这人挺狠啊，连自己都骂。赵哥，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干什么？我看他就是眼红。就是赵哥，我看你的小说竟然上了精灵大神的推荐榜，你太厉害了！哎呀，过奖，都是我师傅惜才。我可是托了我三舅姥爷的二大妈的姑姑的姐姐的儿子的女儿，花了大价钱给我开的后门，足够糊弄这群乡巴佬了。推荐位，我记得我没推荐过谁啊？不会是那位吧？啊？什么推荐成功？算了，不管了，回去睡觉。真是上辈子当编剧熬夜加班久了，这坏习惯深入骨髓了。这辈子绝对不能再熬夜加班了。就说了不能熬夜加班吧。这下总该对我心生崇拜了吧？我也写了小说，师哥都没给我推荐，这货色都能被推荐，我觉得我也行。你们真是不知好歹！我好心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们竟然还敢嘲讽我！你们有本事也让精灵大神给你们推荐啊！这赵子成怎么还不喝醉呢？我还等着他喝大了发红包呢。今天可不能白来，好歹赚点精神损失费。这才对，早这样懂事不就好了？
两位美女，长得这么漂亮，跟着林野这个穷小子真是可惜了，不如跟着我吧。你什么东西？也不找个镜子照照自己。哎呦，两个小辣椒，我喜欢。妈的，又一个喝点酒就发疯的货色。林野，你要干什么？还不赶快给我倒酒！下一杯就是我跟美女的交杯酒。倒酒？妈！喝点酒你就犯贱，是给你少配花生米了，还是给你脸给多了？竟然敢这么说话，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师哥，太帅了！林野，你他妈算什么东西？竟然敢教我！你敢这么对我，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让你身败名裂！赵哥，别生气，别生气，都是误会。林野也是一时冲动，你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滚开！你又算什么东西？林野，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赵哥可是精灵大神的徒弟，将来是要飞黄腾达、大有作为的。你竟然敢这么对赵哥，你简直是自寻死路！就是啊，赵哥您别生气，跟这种没素质、没本事的人一般见识，纯属浪费时间。他根本就不配给您提鞋。听到了吗，林野？你就是个没本事、没素质的穷小子，也配跟我叫板？还不快给我道歉！哦，是吗？这是谁啊？竟然惹我们大神不痛快，这就是要我们的命！就是影响大神，让他不能更新，干他！我可是得了精灵大神的亲自推荐，这可是莫大的荣誉，不是林野这种跳梁小丑能比得了的。对对对，赵哥说的对，您可是精灵大神亲自推荐的，才华横溢，林野根本就不配跟您相提并论。徒弟，诸位，你们要不先看看自己的手机？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你这么一个没素质、没底线，只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徒弟。精灵大神不是赵哥师傅吗？怎么会这么不给他颜面？就是啊，难道赵子成是骗我们的？不可能，这不是真的。精灵大神怎么会这么对我？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精灵大神推荐位，怎么会这样？读者们怎么会骂我？哎，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什么时候收了你的钱？听到林野说什么？他说他没收钱，这不就意味着他就是精灵大神？这怎么可能？这有什么不可能的？我师哥刚刚都说了，是你们自己不信，一帮见识短浅的人，捧错臭脚都不知道。你竟然真的是精灵大神，这怎么可能？有什么不可能？你这样的人都能写小说，我是精灵很奇怪吗？你林野啊，原来你就是精灵，我真的特别喜欢你的《盗墓笔记》。对对对，我还很喜欢你的小世界，写的真的太好了。还有你的新书，比赵子成那啥乱七八糟的欲望好多了。什么跟什么，那就不是一个等级的，那怎么能放在一起比？对对对，不能比，不能比。你们墙头草，墙头草！林野才是真大神，谁跟你一样，架子倒是挺大，一点真本事都没有啊！什么喜欢，趋炎附势之类，真是。你说说，非得把事情闹这么难看？本来就想着领个精神损失费就行，谁成想啊，有人上赶着找死。就是林野，不能放过这种小人。是。乌合之众，奉劝你一句，学艺先学德。想要真正写出好的作品，就要先学会做一个好人。师哥说得好，林野太帅了。诸位，不是一路人，不必进门，我就先行一步了。